廖主任还亲自过来啊？是啊，想和罗律师探讨一下，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。这个问题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，有权拒绝说明。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，但没有如实说明，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，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。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！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，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。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，写的是未婚。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，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，如有不实，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，不要求经济补偿。廖主任，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。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，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，李女士被强行辞退，原因是怀孕。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、生育、哺乳降低其工资，予以辞退、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。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，不是因为她怀孕，是因为她不诚信。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。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？不，这是他自学的。那我们法庭上见吧。法庭见。谢谢你啊，罗律师。不客气。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。为什么呀？我会输吗？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。但是你自己知道，你撒谎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，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。在去玲珑美食之前，我应聘过很多地方，只要我说已婚，就都没有下文。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。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要投诉他！不是，您不能这样吧？怎么？他这是歧视女性，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。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！哎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是他的义务。我学过律师法，人都说了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。对，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，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。我是妇女吧，我又是孕妇吧，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。哎，你好好想想吧你。人家是个孕妇，现在人家投诉你了，说你歧视女性。我歧视女性？我什么时候歧视过女性啊？那不能因为她是女性，她就可以不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。那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？我本来已经推了，是您要求我接的。那是因为你的实习生发了一个律师函，让人抓住把柄了，知道吗？我可以说那个律师函我已经看过了，他没有把柄。可是你们家黛西发了个律师函，已经给别人说了。我告诉你，除非你把你们家黛西给开了。我顺便跟你说一句，你们家黛西啊，优点很突出，但缺点也很突出。跟您当年评价我一样，缺点显而易见，优点难能可贵。别在这给我打岔，我没打岔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可大可小。怎么个可大可小啊？听着。听着啊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50条，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
视其情节给予警告、停业整顿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，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处罚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。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，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听见了？您别为难，如果有人找您麻烦，您就告诉他您已经让我走人了。已经有人说我包庇你了，说我没有一碗水端平，说是鼓励本所律师诋毁同业，接受委托以后没正当理由拒绝代理。那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？去给人道个歉。道歉？说什么呀？就说因为您是女性，我不应该指责您撒谎，或者说因为您是女性，您就天然拥有撒谎的权利。你要是这种态度，那就别干了。那我就不干了呗。行，那就别干了。怎么了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您就发这么大火？小事儿，发这么大火，我是律所的主任，我要什么事儿都得担着。如果是别人犯这个错误，客户对他投诉，该检查检查，该道歉道歉。哦，轮到你了，我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你觉得对别人公平吗？我告诉你，罗宾，这会儿你要做检查，不光做检查，还要在律所的例会上公开检讨。检讨什么呀？检讨说就因为我说了句实话，冒犯了客户，所以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迎合客户，取悦客户。我告诉你，罗宾，让你做检查，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才华，对律所贡献大，就在这给我掰扯。我没有跟您掰扯，我在给您讲道理。现在的问题是客户不讲道理，你总不能支持那些不讲道理。我是主任，我不是你的背锅侠，我已经对你网开一面。那就恳请您一视同仁。好，一视同仁，那你走人吧。主任罗略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是李丽的案子，交给何赛老师，争取和解。如果不能和解，就打官司，也不怕打。丽娜姐，罗宾老师他，李丽跟封印投诉了，老大给他换了个律师。你也不要内疚了，人生要都是事事如意的话，也少了好多乐趣，你说是吧？丽娜姐，那这件事情对罗宾老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你别想太多了，好好完成罗宾交代你的每一件事情，让客户满意就是帮忙了。丽娜姐，干活去吧。